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口头报告。这是新太空竞赛。在历史上，太空对人来说是最大的奥秘。很多世纪，人们想离开地球去太空。16年前，我们不能去。在冷战的时候，美国跟俄国相互竞争，他们在很多地方竞赛。可是最有名的竞赛是在太空，这个竞赛叫太空竞赛。哪一个国家赢了太空竞赛不清楚，很多人认为美国赢得了这个竞赛，因为是第一个国家把人送到月球上的国家。这对是对，可是别忘记了俄国的成就。他们有世界上的第一卫星，第一个太空人，第一个月球车。难说谁赢的太空竞赛。那时候，太空竞赛只是美国跟俄国的竞赛。16年以后，新的太空竞赛不只是两国的竞赛，现在很多国家能进入太空。最终，俄国和美国开始在太空合作，比如说国际空间站是美国和俄国合修的空间站。国际空间站包括16个国家，基本上中国不会参加。美国的政府规定不让中国参加。因此，中国修了自己的空间站，叫做天宫。2003年，中国成为第3个把人送到太空的国家。2003以后，中国的成就越来越大。2011年，中国发射他们的第一空间站。在2019年，中国把月球车放在月亮的另一面。他们是第一个取得这个成绩的国家。在2021年上，中国成为把火星车放在火星上的第2个国家，叫做祝融。这个成就太重要了。美国和中国都有很高的太空成就，他们自己的计划差不多一样，可是他们的办法不同。比如说，美国打算2025年把人送上月球，这次想送女人。实际上，中国和俄国计划合修月球科学站。再说，美国和中国都打算把人送到火星上。虽然中国和美国的计划差不多一样，可是他们的办法不太一样。以前，美国的太空计划是政府项目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发射美国的火箭。现在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差不多只是会做定。在美国，私人公司可以发射火箭，比如说 SpaceX 或者 Blue Origin 或者 ULA 的公司。现在 SpaceX 发射美国的太空人还有发展新的火箭。矛盾，中国国家航天局重要是重要的。中国国家航天局接受政府资助，
只有中国国家航天局可以发射火箭。基本上在世界上，中国发射最多的火箭。很多中国人对中国国家航天局很骄傲。我问一些朋友，你对新太空竞赛有什么想法？一个朋友告诉我，他觉得中国太空成就越来越高，在即可能超过美国。其他的朋友不在乎，他觉得不管哪个国家赢的，新发明很好。在环境保护上，中国和美国不同。现在很多美国的火箭可能多次发射，这个办法有益于环境保护。矛盾，中国的火箭是一次性发射的，对环境保护不那么好。将来中国希望发展回收的火箭，可是现在他们的火箭不那么安全。火箭发射的时候，常常在城市降落。中国越发射技术发展的越好。对我来说，那个国家赢得太空竞赛不那么重要，只要国家发展科学技术都很好，新科学还有新技术对多人有好处。科学和技术可能让我们一起发展。总的来说，在太空上，竞赛是很好的，竞赛让我们变得很好。无论你国家有什么成就，你就受到好处。